12月29日，在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就展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军事演习的地图。地图中绿色标注的海域是2022年佩洛西访台时军事演习的区域，橘黄色和黄色则是在2024年先后2次联合利剑军事演习的区域，而红色则是2025年底这次演习的区域。可以清晰的看到本次军事演习区域相当大，北部3个区域已经连成一片，完全的就放在基隆和台北面前，而澎湖西海岸的2片区域也连在一起。在中方公布的视频中我们看到了舷号为516的九江号导弹护卫舰。九江号导弹护卫舰原本是053H 型护卫舰，后来改装成了目前中共海军唯一一艘对陆火力支援舰。它拆除了反舰导弹的发射架，加装了5座50管的火箭发射器。视频画面中还出现了中共的弹道导弹部队以及火箭炮部队，歼20和歼10战斗机也升空出现在画面中。之后，在网上有传出中国大陆网民拍摄到画面中共火箭军的东风导弹车在公路上进行机动，而为了伪装，在导弹车上罩上了黄色的印有中联重工的罩子。中共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瞄准了台湾的4个重要军事基地，其中在台北附近的应该是中华民国空军司令部，在台湾东侧的就是著名的花莲佳山空军基地。出现在台湾南部的2个目标，看起来像是位于高雄地区的左营海军基地和位于旗山区的第8兵团司令部。在这次军事演习中，中共同时还出动了海岸警卫队。中方公布了海岸警卫队在福建沿岸的马祖岛与乌丘屿附近军事演习的路线。台湾军方也对此做出反制，台湾海军出动军舰对中共军舰进行全程监视。画面中出现的应该是中共052C 型驱逐舰长春号，而在地面上，台湾也出动了装甲部队、悍马战车，防空部队也进行军事演习，而台湾空军则出动了 F-16战斗机起飞并监视。台湾军方公布的图像显示空军 F-16使用光电吊舱锁定了中共的空警500预警机和歼16战斗机。那台湾这次应该使用的是凤眼专机 RF-16的凤眼侦搜吊舱，或者是狙击手吊舱锁定了中方的飞机。那狙击手吊舱它是一种外挂式的光电侦察瞄准吊舱可以远距离高精度发现敌方目标，主要依赖红外线、高分辨率的电视摄像机以及激光传感器来侦察目标。那凤眼吊舱和狙击手有所不同，它主要是用来侦察，本身并没有瞄准和火控的功能。台湾空军之前就多次使用狙击手吊舱锁定了中共的歼16战斗机，并释放相关画面，所以这次出现也就不奇怪了。不过让人非常惊讶的是中共目前先进的预警机空警500也出现在视频当中。一般来说呢，空警500预警机处于整个空军战斗机队的最后方，它要为前方的战斗机提供情报支持。我们知道，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的 A-50预警机都是沿着俄乌双方接触线200公里的地方进行巡逻。就算是这样呢，在过去1年中，乌克兰也先后使用防空飞弹击落2架俄罗斯的 A-50预警机。而这次中共的空警500预警机被 F-16狙击手瞄准舱锁定，有2种可能解释第一种就是台湾目前使用的光电吊舱侦察范围比较远。那外界推测狙击手吊舱对于大型目标，比如说机场建筑物，它的侦察范围能达到100公里左右。如果想要识别敌方的车辆和阵地范围可能要到60公里。那有可能美国的狙击手光电吊舱它的实际数据要比外界推测来得更高，而预警机本身体积巨大，雷达天线、机体特征非常明显，在更远的距离被光电吊舱发现也是有可能的。而中方的空警500预警机，它的侦测范围可能没有宣传的那么高。在军事演习中为了支援歼16战斗机作战，歼16本身有可能穿越第一岛链飞到台湾东北部或者是东部海域执行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战斗机提供支援，那空警500预警机就不得不将自己的位置向前部署，这样就暴露在台湾的 F-16战斗机的侦察范围之内。其实现在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也是给中共敲响了警钟。俄罗斯2架被击落的 A-50预警机，第一架飞机是在距离双方控制线120至150公里处飞行的，第二架被击落的 A-50预警机则是在接触线200公里处飞行的。然而，乌克兰在没有出动任何空军，也没有任何预警机的情况下，依靠地面雷达和防空飞弹就能够侦测到俄罗斯 A-50预警机的存在，并将其击杀掉。而和乌克兰相比台湾拥有更为强大的空军以及防空部队，地面上有爱国者 NASAMS 以及自行研发的天宫2、天宫3，还有即将服役的天宫4飞弹，空中则有 F-16战斗机以及鹰眼预警机。所以中方的空警500在战时的存活力恐怕存在一定的问题。台湾军方当天也公布了中共演习示意图，在12月29日下午3点，台湾周边总共有14艘海警船只、14艘中共军舰，而在西太平洋方向还有1艘两栖攻击舰队，包含4艘军舰。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共出动的两栖舰队是刚刚服役的075型。而在当天央视公布的画面中，中共军方表示，无人机飞到了台北附近台北101大厦，拍摄画面中还出现了飞过的客机。那有台湾网友指出，这其实是来自于台北附近观音山的监控录像，中共只是拿台湾自己的监控录像出来造假而已。不过呢，著名军事媒体人徐某人也在推特上指出，中共公布的视频存在抖动现象，看起来应该不是地面上的监视画面。之后，网上流传出中共拍摄的全景画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画面的前方正是淡水河口，还出现了淡水大桥。而在101大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叠起的高山。如此看来的话，这些台北的画面应该正是由中共无人机所拍摄，只不过这些无人机并没有飞越台北市，而是在台湾的外海远距离拍摄。那其实台湾也有相应的侦搜设备。目前台湾空军有凤眼专机 F-16，可以搭载洛克希德马丁生产的 AN/VDS 5型光电侦察吊舱。我们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多次台湾军方公布的中共航母编队的图像，都是由该侦察吊舱所拍摄的。另外台湾近期将从美国引进更加先进的 MMS-110侦察吊舱。台湾名嘴黄创夏曾经在 Facebook 上公布相关照片，美军在12000米的高空、130公里的距离上拍摄加州海滩的画面，清晰度那是相当之高。这次中共在年末突然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很明显是针对最近美国大规模的对台军售而来。我们来看一下央视发布的这段视频，画面中士兵明确地报出收到海马斯目标信息之后，指挥员下达打击命令。可以看到在中共的眼里，海马斯是目前台湾非常有高价值的打击目标。而在今年12月19日，美国破纪录地宣布对台军售案，总价值高达111亿美元，其中包括82套海马斯、420枚陆军战术导弹、60辆 M109A7 自走炮，以及上千辆的标枪反坦克飞弹和托式反坦克飞弹。这项大规模的军售增强了台湾的不对称战力，也使得台湾具备了跨越海峡对福建沿海进行源头打击的能力。无论是海马斯还是陆军战术飞弹在乌克兰战场上都得到了大量的实战验证。海马斯在2022年夏天抵达乌克兰战场之后，就迅速改变了当地的局势。乌克兰频繁使用海马斯打击哈尔科夫和赫尔松一带的俄罗斯指挥部、弹药库和军事据点等等，直接带来了当年乌克兰获得哈尔科夫反击战以及收复赫尔松的重大胜利。那台湾购买总计高达2500枚的标枪反坦克飞弹和托式反坦克飞弹，既可以用来打击滩头的装甲目标，也可以打击正在登陆的登陆艇，甚至是登陆舰。而所有的这些装备正是中共不愿意台湾获得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超级军售案公布之后，中共的反应是相当激烈的。
无论是国防部还是外交部，都在多个场合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和不满。美国防部安全合作局昨天称，美方批准对台湾总额超过111亿美元的军售。有评论称，这是美方对台规模最大的武器销售计划。中国国防部今天指出，美方宣布对中国台湾地区大规模军售计划，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中美战略互信，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国防部强调，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美方一再食言背信，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履行不支持台独承诺，立即停止对台军售。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采取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挫败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图谋。针对美国大规模对台军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此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和外界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第一时间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无论向台湾卖多少先进武器，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落实美国领导人所作严肃承诺，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举动，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仅如此，在12月26日，中共宣布对20家美国军工企业和10名经营者实施制裁，其中就包括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L3哈里斯公司、波音圣路易斯分公司、吉布斯和考克斯公司等等。中共对这次对台军售案反应如此强烈，正说明这次军售案我们买的武器那是买对了。台湾其实现在并不需要大量的平台或者是载台，更需要大量的火炮、海马斯飞弹来构筑自己的不对称战力。在战争中，台湾是防守的一方，根本不需要去争夺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只需要通过不对称战力来阻止中共获得制空权和制海权就足够了。而这次军售案所体现的正是不对称作战能力，而这也正是中共最为忌惮的。台美军事专家梅复兴先生近日接受台湾自由时报采访时表示，这次军售案中至少有5项早在10月下旬就已经走完了程序，可以准备通知国会了，只是因为种种考量拖到现在才有动作。这次军售案和之前不同的是，一般情况都是由台湾先通过相关的特别预算之后，才会正式通知美国国会。可是现在呢，台湾的立法院对于政府所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非常的不理解，而且处处阻挠。那台湾的国防部一直贯彻的是，在美方公布军售案前不公布相关的细节，这就使得现在的特别预算案陷入了一种僵局。所以这次美国一口气公布了8项对台军售案，其实是想帮助台湾政府能够早日通过这次军售的特别预算案。不过我们最近看到目前在台湾立法院有一些立委以种种借口阻挡特别预算案的通过，而这正是任何关心台湾、关心中华民国的朋友都不想看到的。立委监督政府、检查政府所作所为，这是职责所在。但是如果你不讲道理、处心积虑阻挡特别预算案的通过，却给不出任何正当理由，我想各位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心里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他们到底是在为谁服务呢？现在的台湾又不反攻大陆，购买武器装备只是为了自身安全，这又有什么错呢？你看韩国购买武器，韩国自己的媒体从来没有说你不要买武器这是在挑衅朝鲜。你再看看以色列，他们建设军备，国内可从来没有人说你不要买了，这是在挑衅阿拉伯国家。可为什么现在到了台湾这里，连自己想买什么武器装备，却都要被国内的一些人所指责呢？我是子定，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2026年再见。